真的能撑得住吗？可以。公孙先生说了，小姐要经常出来走动走动，反而对身体有益。可是不能快，只能慢慢来。到底还是外头好，能吸到新鲜空气，能看到绿树红花。小姐，没事。绿珠，你不要扶我。小姐，你不能没人扶呀。不是，我是想让长公子一个人扶我。是。小心。和我想的一模一样。什么一模一样？我一直都在想，你是学武的，等我老到走不动路的时候，你的精神体力一定还很好，是不是？习武的确可以强身健体，并且减缓衰老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像现在这样扶着我逛花园。我刚才就在试着体会那种感觉，真好。我还有更好的办法，什么办法？我可以教你练武，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走。讨厌。等等，走。行。好个杨彪杨豹，竟然敢来威胁我！将军何不让武进在牢里就结果他们的性命，免得日后麻烦？不，在大牢里杀了他们，岂不是明摆着是我们所为？武进一人承担，绝不连累将军。武进，我知道你对我忠心耿耿。可我又岂能让你为这件事送命呢？我这条命是将军给的，为了将军送命，也是应该的。不，若是如此，当初我又何必救你？白白牺牲不值得，尤其是为了杨彪、杨豹这样的人，就更不值得。万一他们真的出卖了将军的话，他们还不敢。再说，就算他们禀告了包大人，无凭无证，包大人不会相信的。如此一来，包大人势必会盯住将军。盯住我又如何？将军，那些马……对，这倒是个隐忧啊。那些宝马不能带回马场。武进在，你把他们再换一个处所，妥善安置，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地点。是。哎呀，来，喝口水吧。虽然我看你们不顺眼，你们呢也看我不顺眼。既然关到了我这大牢里，咱们的总算是有缘。你们归天之后啊，别骂我就行了啊。老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嗨，也没别的意思。你们是涉嫌人命关进来的，可是这么多天都过去了，知州大人根本就没有提起过你们的案子，所以呢？
我干这行都半辈子了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你们呀，恐怕是不能活着出去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拿着。不能喝。嗯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喝呀？怕我下毒是不是？哼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我安的什么心？你们呐是不知好人心。哼，你爱喝不喝？大哥，没办法，只有忍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这匹马快不行了，能不能救？启禀大人，病死的那一匹是拉车的马，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。离经多日，竟然连马匹都支撑不住了。可曾找到添购之处？属下已经打听过了，有一批马贩正在城外聚集了一个马市，属下和张龙这就去挑选。且慢，将病死的那匹马妥善安葬，毕竟他也跟着我们辛苦一路。是。大人，李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人，李全没有事不会来，莫非州衙又出事了？且听听他怎么说。请大人，包大人啊！大人，下官有消息禀报。您说。回包大人，杨豹杨彪突然担心被人下毒，甚至在牢里不肯吃喝。大人交代过，如发现特殊情形，要立刻回报。下官不敢违令，所以前来禀报。这2天，可曾有人再去探监？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下官不敢再犯了。那么依李大人之见，他们又怎会突然如此？下官实在不明白。大人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关了太久，而疑神疑鬼？对，公孙先生推测的不会错，肯定是这个原因。但问包大人，不知还要关他们多少日子？本府自有打算，你只要继续留意他们的举动，并且随时来报即可。啊，是，下官片刻也不敢放松。下官告退。大人，杨氏兄弟开始担心被人下毒，绝非偶然。会不会是受了什么威胁，而有性命之忧？不错，若非如此，绝不会草木皆兵，处处生疑。沈让去探过监，是不是真如大人所怀疑的，与他有关？或者是李全说谎？最近又有人进入大牢探监，而李全隐瞒了大人。
皆有可能。威胁杨彪、杨豹之人，可能来自大牢之外，也可能来自牢中狱卒，甚至来自李全本人。无论如何，他二人方寸已乱，以静制动之策有了效果。大人，如今是否要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呢？不，此时要反兵为主，立刻对他们施压。大人，您要去州衙？展护卫因何没有去陪伴沈姑娘？绿珠正在替她梳妆。大人，可要属下陪同前往？本府只是去州衙看看，无需同往。展护卫还是专心陪伴沈姑娘吧。是。包大人，您怎么会驾临州衙？怎么？难道本府就不能来吗？不，下官是说，包大人若有事没交代完毕，随时传下官去驿馆就事，怎敢劳动大驾呀？本府的确有事，而且必须前来州衙提醒于你。下官静候大人吩咐。既然杨彪、杨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，李大人可做了防范？下官立刻加派人手，日夜在牢中守卫。餐饭饮水呢？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。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，本府唯你是问。是，下官立刻遵办。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，本府有话交代。是。敢问包大人，您是打算？你想知道本府的打算？不，下官不敢。包大人是为李大人好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恐怕连李大人都会成为被害的对象，所以李大人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是，下官不问，下官什么都不知道。头上吃的来了！不是给你们的，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，哪轮得到你们呢？去！哎，来，有酒有肉，你们尽管享用吧。啊，来呀！老头，啊，这酒菜是谁给的？哎呀，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，啊！哎呀，保证没有毒。不信？嘿，那我吃给你们看。嘿，哎呀，那，好吃。哎呀，行了吧？你们相信了吧？要是有毒啊，就先毒死我。来，吃吧，啊，保证没毒的。来，那这是鱼，哎，还有酒。哎呀，你们尽情的吃吧，啊，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是最后一餐？
包大人传下话来了，说你们假造相册的案子犯了，明天就要升堂问案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假造相册？你快说清楚！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，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，不必等到秋后处斩。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？老头，帮忙！麻烦你禀告包大人，就说我们就要吃香饼。咦，明天到了公堂上，不就见着了吗？不，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。老头，帮忙啊！老头，帮忙啊！啊！跪下！你们要见本府。是包大人，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，请包大人从轻发落。你二人身犯何罪？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，相册是补造的。明日升堂之后，本府自会裁处，你们又何须前来？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，包大人明鉴。那又如何？军士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，出生入死，任劳任怨，每月所得寥寥无几。你们却狠心克扣，重保私囊，难道说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？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！哼，谁说你们罪不至死？分明是你们为图脱罪，派人杀害孙强复吏，教唆杀人，罪上加罪。大胆！不是我们知道谁干的。既然不是你们教唆，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？包大人，我们愿意说出实情，请包大人从轻量刑。哦，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？不，属下不敢，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。既然如此，那孙强复吏究竟是何人所杀？是武进。武进又是何人？大人，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。杨彪，那武进与他二人可有夙愿？不，他也是受人指使。他是受何人指使？沈让，沈指挥。大胆！那沈让乃是商州马军指挥，又是你的直属官长，岂能容你任意攀污？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。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，傅立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，沈指挥与他们又何深仇大恨，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？本府倒要听听，你又如何自圆其说？回包大人，沈指挥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，孙强犯了抢夺之罪，他认为有损军誉，所以不等秋后处决，就以私刑处死。若是如此，你们又怎会知晓？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。不仅如此，昨天他来探监，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。真相是否如此，本府自会查明。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，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。牢中饮食不必担心，本府可以确保无毒。来人呐！在。将他们押回大牢，听候裁处。是。走，快点！
包大人，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、杨豹。这，沈指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本座只问你，包大人问些什么话，但杨彪、杨豹又说了些什么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根本就不在现场。你是商州知州，包大人提审他们，你怎会不在现场？包大人不准呐，我哪敢有意见呢？请李大人安排一下，我要去探监。不行，不行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。上回李大人百般请求，要我去大牢安抚他们2人，如今怎么又不能去了？唉，包大人再三交代，只要有一个外人进入大牢一步，就唯我是问呐。沈指挥，实在是不能再去了。李大人不说，谁又会知道？哎呀，包大人提审2位杨指挥，不是也没人说吗？可沈指挥立刻就知道了。万一衙里有人向包大人禀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沈指挥，你就是杀了我，也不行啊！方才在州衙，何不立刻传李全问话，也好确认沈让昨日究竟是否再度探监？不能急。李全虽然蛮憨无能，却也不能完全排除共谋的可能。倘若急于问话，只恐反而打草惊蛇。然而杨彪、杨豹兄弟2人既然肯承认伪造响册、补发军饷，可见他们的确非常害怕遭人下毒。那只是片面之词，不能尽信。或许是他们为求脱罪而采取的保命之道。不过既然他们供出了沈让与武进，就给了我们追查的方向。启禀大人，添购的马匹已经买到，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。大人，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军的传言，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？说来听听。是。马贩中盛传，商州马军在3年内汰旧换新，购买了上千匹马，被视为少见的大买卖。哦，有这等事？大人，依军中规制，每10人养马2匹，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，依规定养马500匹。500匹马，在3年之中，竟然更换了2次。还有一个传言，不知道是否准确，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，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，4、5匹之多。既然是世间罕见，他又是从何而来？大人，传言是这样，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。本府明白了，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，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传言虽未尽可信，却不会空穴来风。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。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？不错，沈让是沈蝶之兄，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，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。
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。几天前的晚上，也在这里。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，现在不但熬过来了，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的在一起。我跟你说过的嘛，会永远在一起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。这是我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从来没有违背禁令，让任何人去探监。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？你当真没有违背过？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，下官已经知错了。那么第二次呢？杨彪、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，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？下官，你三番两次让沈让进入大牢，想必与他关系匪浅。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？不！第二次是因为杨彪、杨豹以自杀要挟，一定要见沈指挥，所以下官只好答应。还有呢？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？没有，绝对没有第三次。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，再度要求探监，下官当场就拒绝了。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？不，下官只去过几次。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，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吧？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，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。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，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。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？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。哦，那就算了。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，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，或许他不会拒绝。那倒不必，看不看没关系，在下只是随口问问。是。李大人，如今那杨彪、杨豹既是人犯，又是人证，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。你可明白？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。不仅如此，他二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，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，否则稍不留意，便会犯下共犯之罪。届时，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。是，下官知道，下官知道。将军，衙门里传来消息，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，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、杨豹被杀害灭口。杀害灭口？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，而且是人证。将军，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？不，是杨彪、杨豹出卖了我。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！吴进，你杀傅立的时候，可曾留下线索？没有，我还特地不用刀，而是换了一把剑杀他。的确万无一失。
所以杨彪、杨豹口说无凭。包大人没有动我，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。将军，如果是说到证据，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，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。我能送到哪儿去？如此宝马，任谁见了都会起下觊觎之心。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？要不，干脆把他们都杀了，以绝后患。吴进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这些宝马不只是马，他们还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。这种话你不准再说，永远不准再说。是，敬师爷。在这世上，他们是我唯一信任的朋友，我宁可为他们而死。走，归。包大人，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孙强的凶手？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？追查凶案岂能如此快速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。哦，我们一定有问必答。你们可曾去过沈指挥的马场？那是他的私人马场，一般不准人进去。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。他身为马军指挥，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？沈指挥有4匹价值连城的宝马，不属于马军的财产，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。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？我们都是马军指挥，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，绝不会看错。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？这属下就不知道了，我们也不敢问。商州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？汰换的相当勤。就属下记忆所及，这3年来，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数换了2次。左卫营也是如此。汰换如此之勤，可是常态。在正常的状态下，不该换得这么快。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，营级无权干涉。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。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，提升战力。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，根本就很难挑出骏马，而且还有不少烈马。本府若要有事，会再来询问你们。大人回来了。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，她已经好多了。大人，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。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，就像本府说的那样，好好陪陪沈姑娘吧。啊！公孙先生，展护卫，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，展护卫莫要见怪。如今看来，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最重之人。6年前，本府向皇上保荐于他，或许未必正确啊。大人为国举才，
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当初，本府习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，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。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。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，所谓宝马名驹及换购军马之事，便是着手之处。然而，李全不识良莠俊烈，杨彪、杨豹又无实证。大人，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，想必知道。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。大人，请恕学生直言。请说。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，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，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。公孙先生此话怎讲？展护卫来自江湖，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，当初又何必投效朝廷呢？展公子，小姐来了。怎么又出来了？在屋里实在待不住，如果不是公孙先生交代要多休息，我恨不得能一直待在院子里。包大人他们回来了。你总不能一直陪着我，去看看包大人有没有事要你帮忙。包大人暂时还不需要我。那怎么行？他如果真的不需要你帮忙，你又何必跟着他呢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展大人，包大人请你到厅里说话。你快去吧，别管我。玉珠，我们回房休息。在沈姑娘治病之前，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，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。展护卫可还记得？展昭记得。如今她已无大碍，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？大人，您是想把我支开？你怎会有如此看法？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？请大人不必隐瞒。你果然观察入微。
不错，沈让的确可能涉案。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，一切还有待查证。大人，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长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，你就又想他了？我不是在想他，我是想回府去。回府？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？我留在这里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，什么事也干不了，不如回府去休养。才能让他安心地帮助包大人。如今，虽然沈让只是涉嫌，可是一旦确认，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。沈姑娘与他是兄妹。本府若要你去查他，对展护卫而言，又情何以堪？因此，从现在起，你必须置身事外。展护卫，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。如果沈让真的有罪，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。大人，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？当然可以，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不会透露这件事。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。大人，马场我去过，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。那匹马由何而来？你可知道？沈让说，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，一位王爷送给他的。如今，他已经将白龙转送给我。送给你？他说，那是沈家给沈蝶的嫁妆。这就是本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形。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，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，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，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承诺，友谊才是宝，尝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
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